一個被講了幾千年卻幾乎沒有人追問過出處的東西。死亡，我不是要講哲學，也不是要講宗教，我要問一個非常機械的問題：死亡這個功能是誰裝上去的？你可能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死亡哪需要誰裝？東西用久了就會壞，這不是天經地義嗎？那我們先把地球上的生命清點一遍。一顆大腸桿菌在條件良好的環境裡，大約20分鐘就分裂一次。它分裂出來的2顆跟原本那顆在本質上是同一件東西，沒有誰是母親，誰是女兒，它就這樣一直分下去。那它什麼時候會老死？答案是不會。細菌會被吃掉，會餓死，會被抗生素殺死，會因為環境變化而死。可是它沒有一個內建的期限，你把環境維持住，它可以永遠分下去。再看一種水母，有一种在地中海一帶被研究得很透徹的小型水母，當它遇到環境压力、受傷或飢餓的時候，它可以把自己的身体重新收攏，变回發育更早期的形態，附着在海底，然後重新長大一次。也就是說，它可以倒着走。再看一种淡水裡的小生物，水螅。實驗室的長期追蹤發現，它們的死亡率並不隨着年齡上升。一只養了很久的水螅，死亡的幾率跟一只年輕的水螅差不多。有研究者根據這個死亡率推算，它們在理想條件下的預期壽命會是一個大到沒有實際意義的數字。再看幾種脊椎動物，格陵蘭鯊靠着眼球水晶體的放射性碳定年估算，個體年齡可以達到幾百年這個量級，其中最老的估計值超過400歲。弓頭鯨有研究依據眼球組織的化學分析，推估某些個體活過200歲。然後我們看自己，你身上大約有30兆個細胞，而這些細胞裡絕大多數在分裂到某一個次數之後就會自己停下来，不是被殺死，不是損壞，是它自己決定不再分裂了。一個細菌可以永遠分下去，而你的細胞分到一定次数就停手，那個次数是誰定的？這個問題在20世紀的前半根本不存在，因為當時全世界的科學界都相信一件事，那就是細胞本來就是永生的，而讓大家這樣相信的是一顆雞的心臟。1912年，一位在紐約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的法國外科醫師開始了一項實驗，他從一顆雞的胚胎裡取下心臟組織，放進培養皿，定期更換培養液。那位醫師本人在醫學史上是重量级人物，他因為血管縫合與器官移植方面的貢獻拿過諾貝爾獎，所以他的實驗分量非常重。而那團雞心細胞活下來了，1年、2年、5年、10年，它一直在分裂。研究所每年還會替它慶祝生日，媒體年年報道。最後這團細胞據稱活了30幾年，比那只雞原本的壽命長了10幾倍，而且是在那位醫師退休、實驗室關閉之後才被終止的。這個結果讓一個結論寫進了教科書，那就是脊椎動物的細胞在體外是可以無限分裂的。細胞本身不會老，會老的是整個身體，是那些调控機制出了問題。所以整個20世紀前半，主流的老化研究方向是往身體層級找荷爾蒙，找免疫，找器官功能，沒有人往細胞裡面找，因為那裡已經被宣布為沒有問題。而這個共識統治了將近50年。在講那顆雞心之前，我想先把不會老這件事定義清楚，因為這4個字在傳播的過程中已經被扭曲得很嚴重了。生物學上有一個專門的說法，叫做可忽略的衰老。它的意思不是不會死，它的意思是隨着年齡增加，這個個體的死亡率沒有明顯上升，繁殖能力也沒有明顯下降。我們拿人來當對照組，一個20歲的人在接下來1年內死亡的幾率非常低，而一個80歲的人，這個幾率會高出好幾十倍。這個幾率隨年齡上升的曲線，就是衰老在數字上的樣子。而那些被稱為幾乎不老的生物，它們的這條曲線是平的。一只活了很久的水螅，它明年的死亡幾率跟一只年輕的水螅差不多。這代表什麼？代表它仍然會死，它會被吃掉，會遇到環境巨變，會生病，只是死亡对它來說是外部事件，不是內部倒數。所以正確的講法不是它們永生，而是它們沒有內建的倒數計時器。而那只會倒回幼體的水母也一樣，它不是不會死，它被吃掉照樣死，它只是多了一個在遇到危機時重來一次的選項。我特別要把這件事講清楚，是因為接下來所有的討論都建立在這個區分上。我們要問的不是為什麼生命會終結，因為外部環境本來就會殺死你。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在沒有任何外部原因的情況下，一個身體會自己走下坡？這才是老化。
也是這支影片真正的題目。而這裡有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數字，會讓你重新看待這件事。在野外，絕大多数的動物根本活不到老。野生的小型鳥類大部分在第1年就死掉了，野生的老鼠能活过1年的比例很低。就算是大型动物，在自然環境下能活到生理極限的個體也是少數。也就是說，在整個演化史的絕大部分時間裡，老化這個現象根本很少有機會被表現出來。一個基因如果要到60歲才發作，可是幾乎沒有個體活到60岁，那這個基因對演化來說是隱形的，而人類是極少數的例外。我們透過農業、醫療、公共衛生、乾淨的水，把外部死亡率壓到極低，低到絕大多數人都能活到生理極限附近。於是那些原本隱形的基因全部現形了。這件事有一個很不舒服的推論：老化這個現象在人類社會中被看得如此清楚、如此普遍、如此可怕，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不是因為我們比較會老，而是因為我们是第一個大規模活到老的物种。我們把死神的其他分身都趕走了，最後只剩下這一個，而這一個是刻在細胞裡的。直到1961年，一位年輕的研究者在費城的一間研究所裡做的是完全不相干的工作。他在培養人類的胚胎細胞，目的是拿來制備疫苗用的細胞株。而他一直遇到同一個麻煩，他的細胞培養到某個階段就會停下来，細胞還活着，還在代謝，可是就是不再分裂了。按照當時的教科書，這代表他的技術有問題，培養液配錯了，污染了，操作不當。任何一個做細胞培養的人遇到這種事，第一反應都是檢討自己。他也是這樣想的，所以他開始一項一項排除。換培養液不行，換血清批號不行，換培養瓶不行，把整套流程重做還是不行。然後他做了一件很聰明的事，他把2種細胞混在一起養，一種是已經分裂過很多次的老細胞，一種是剛取下來沒多久的年輕細胞。而為了分辨誰是誰，他挑了性別不同的細胞來源，這樣可以靠染色體區分。如果問題出在培養環境，那麼2種細胞應該會在同一個時間點一起停下來。結果不是，老的那批照樣先停，年輕的那批繼續分裂。同一個培養皿，同一批培養液，同一個溫度，同一個人操作，而2種細胞在不同的時間停手，這就把環境的可能性排除掉了。那個開關不在外面，它在細胞裡面。他把結果寫成論文投出去，然後被退稿了。理由很簡單，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細胞是可以無限分裂的。這件事，那位諾貝爾獎得主早就證明過了。所以你的實驗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他堅持下去，最後論文發表了。而那個現象後來被命名為海佛列克極限。正常的人類體細胞在培養皿裡大約可以分裂40到60次，之後就進入一個不再分裂但仍然活着的狀態。這個次數會隨着細胞的來源組織與共體年齡而變動，所以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字，而是一個區間。那當年那顆活了30幾年的雞心呢？後來大家回頭檢視那個實驗的方法，發現一個關鍵細節，那團細胞的培養液是用雞胚胎萃取出來的液體，而胚胎萃取液很難完全過濾乾淨。也就是說，每一次餵食都有可能把新鮮的胚胎細胞一起加進去。那團細胞之所以看起來活了30幾年，可能不是因為同一批細胞一直在分裂，而是因為不斷有新的細胞被加進去。一個持續30幾年的實驗，一個寫進教科書的結論，一個統治了半世紀的共識，可能就毀在餵食這個動作上。我覺得這件事本身就值得單獨講一支影片，因為它示範了一件事：科學史上最頑固的錯誤，往往不是因為有人造假，而是因為那個結論太符合大家的期待，所以沒有人想去驗它。細胞是永生的，這個結論很美，它意味着只要我們搞懂了身體層級的調控，永生就是可能的。而海弗列克告訴大家的是，不行，那個限制刻在細胞裡面。好，既然限制在細胞裡面，那接下來的問題就很清楚了。計數器在哪裡？細胞怎麼知道自己已經分裂過幾次？它總得有個地方記賬。答案要等到1970到80年代才慢慢浮現，而它藏在染色體的末端。我們先講一個複製上的難題，這個難題是這整件事的根源。你的染色體是一條雙股的長鏈，細胞要分裂之前，得先把這條鏈完整複製一份。負責複製的酵素有一個很不方便的特性，它只能沿着一個方向工作，而且它需要一個起始點才能接上去。結果就是在鏈條的最末端那一小段，酵素接不上去，每複製一次，末端就會少掉一小段。這件事在1970年代初被提出來，
當時是純理論推導，被稱為末端複製問題。而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如果染色體末端就是重要的基因，那每分裂一次就會弄丟一點基因，細胞很快就會壞掉。所以生命必須有解法，而解法非常粗暴，就是在染色體的兩端接上一段沒有意義的重複序列，讓它去被磨損。這一段重複序列就是端粒。你可以把它想成鞋帶末端那個塑膠套，那個塑膠套不承載任何功能，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讓磨損發生在它身上，而不是發生在鞋帶本體上。每分裂一次，端粒短一截，短到某個程度，細胞就會收到訊號，停止分裂。計數器找到了，而它記賬的方式不是加法，是減法。1980年代，兩位研究者在一種池塘裡的單細胞生物身上找到了端粒序列的實際結構。而在1980年代中期，其中一位研究者跟他的研究生一起找到了一種能夠把端粒接长回去的酵素，那就是端粒酶。這幾位研究者後來在2009年共同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現在有意思的問題來了，既然有一種酵素可以把端粒補回去，那為什麼我們不用它？答案是我們有，而且我們一直在用，只是用在特定的地方。生殖細胞有端粒酶這件事非常關鍵，因為如果沒有，那麼每一代的端粒都會比上一代短，人類這個物種在幾十代之內就會走到盡頭，所以要傳給下一代的那條線必須被重置。幹細胞也有一定程度的端粒酶活性，因為它們必須持續補充身體的耗損，而你身上絕大多數的體細胞端粒酶是被關掉的，不是壞掉，是關掉，基因還在那裡，只是不表現。所以現在整件事的性質變了，這不是一個能力不足的問題，這是一個明明有能力卻選擇不用的問題。你身體裡的每一顆細胞都帶着讓自己永遠分裂下去的說明書，而那份說明書被鎖起來了。誰鎖的？為什麼要鎖？這就是這支影片真正要追的東西。不過在往下走之前，我必須誠實地講一件事，因為端粒這個東西在網絡上被講得太簡單了，簡單到已經失真。如果端粒真的就是壽命的長度計，那麼一個很直接的推論是，端粒越長的物種應該活得越久。我們去查一下，實驗室小鼠的端粒比人類的端粒長得多，有些品系長好幾倍，而小鼠的壽命是2-3年，人類是幾十年，完全反過來。不止如此，小鼠的体細胞裡端粒酶的活性也比人類高，也就是說，論端粒這一項的配備，小鼠贏我們一大截，可是它活得比我們短得多，這是怎麼回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這樣的，端粒不是一個決定壽命的旋鈕，它是一個針對癌症風險而設定的參數，而癌症風險跟兩件事有關，一個是你有多少顆細胞，另一個是你要活多久。一只小鼠只有幾十億顆細胞，而且它在野外活不過1-2年，它這輩子累積的細胞分裂次數跟人類根本不是同一個量級，所以它不需要把剎車踩得那麼緊。而人類有30兆顆細胞，而且我們要用幾十年，我們累積的分裂次數高出好幾個數量級，所以我們必須把剎車踩得更緊。這件事還有一個更漂亮的延伸，它有一個專門的名字，叫做佩托悖論。邏輯是這樣的，如果癌症來自細胞分裂時的隨機錯誤，那麼細胞越多，活越久的動物得癌症的幾率應該越高。一頭大象的體重是人的幾十倍，細胞數量也是幾十倍，而且它可以活670年。按照這個邏輯，大象應該幾乎100%死於癌症。可是實際觀察到的資料顯示，大象的癌症死亡率並沒有比人類高，甚至更低。公头鲸更誇張，體重是人的上千倍，活200年，它應該早就被癌症淹沒了。它沒有，所以大型長壽動物一定有額外的防護。而研究者確實在大象身上找到了線索，有一個負責偵測 DNA 損傷，並在損傷嚴重時下令細胞自殺的基因，人類只有1份。而研究發現，大象體內這個基因的副本數量遠多於人類，有多個額外的副本。多份備份代表什麼？代表大象的細胞對 DNA 損傷的反應更敏感、更果斷，一有問題直接自殺，不留餘地。換句話說，大象活得久，不是因為它的細胞比較耐用，而是因為它的細胞比較容易被處死。而裸鼹鼠走的又是另一條路。研究發現，它們的組織裡有一種特殊的長鏈分子，會讓細胞在密度變高的時候提早停止增生。3種不同的動物，3種不同的解法，可是它們解的是同一道題。那道題是怎麼在讓身體長大跟修復的同時，不讓任何一顆細胞失控。而每一種解法都在某個地方付出代價。
所以我們回頭看自己身上這套配置，端粒偏短，體細胞的端粒酶關閉，凋亡機制隨時待命。這不是一套破爛的設計，這是一套針對30兆顆細胞幾十年壽命這個規格調校出來的參數，而老化就是這組參數在時間軸上展開之後的樣子。在回答為什麼之前，我得先講第二個開關，因為端粒只是計數器，它管的是不再分裂，而還有另外一套機制，管的是直接去死。這套機制叫做細胞凋亡。1970年代初，幾位病理學家在觀察組織切片的時候注意到，有些細胞的死法跟一般的死法不一樣。一般的細胞死亡是這樣的，細胞受傷、缺氧、被毒物破壞，於是它腫脹、破裂，內容物噴出來，引發周圍組織發炎，這叫壞死。它是一場意外，現場很亂。可是他們看到的另一種死法非常整齊，細胞先縮小，細胞核裡的染色質凝聚成塊，然後整顆細胞被切成一個一個小包，每一包都用膜好好的封起来，接着被周圍的細胞或免疫細胞吞掉、回收，從頭到尾沒有內容物外泄，沒有發炎，沒有留下垃圾。這不是意外，這是一套流程。他們給這個現象取了一個名字，字面上的意思接近樹葉從樹上凋落，而真正把這件事盯死的是一群研究线蟲的科學家。线虫是一種1毫米長的小虫，養起來很方便，身體透明，可以直接在显微鏡下看到每一顆細胞。而它有一個對研究者來說夢寐以求的特性，它身體裡的細胞數量是固定的，從受精卵開始，每一次分裂，每一顆細胞去哪裡，變成什麼，全部都是固定的，每一只個體都一樣。研究者花了很多年把這整張图譜畫了出来，然後他們發現了一件事，在發育過程中有整整一批細胞會被產生出来，然後被殺掉，而被殺掉的細胞数量每一只都一樣，位置也一樣。也就是說，這些細胞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死，而且死亡的時間點被寫死在程式裡。它們不是失敗品，不是意外，它們是被規劃出來用完就要銷毀的耗材。研究者接着去找那個負責執行死刑的基因，也真的找到了幾個，把那些基因弄壞，該死的細胞就不死，全部留下來。這幾位研究者在2002年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而這套機制在人身上一樣在跑，而且跑得非常兇。你在胚胎時期，手的原型是一片像蹼一樣的板子，手指之間的那些細胞不是沒有長出来，是長出來之後被下令自殺。你的5根手指是被雕出來的。你的免疫系統在發育的時候會產生大量的免疫細胞，其中那些會攻擊自己身體的會被筛出來並命令自殺，這個篩選的淘汰率非常高。你的神經系統在發育過程中會產生遠遠超過需求的神經元，然後那些沒有成功連上正確目標的會被清掉。而在成人的身體裡，每天都有數以百億計的細胞按照程序死掉，然后被替換。所以我们得修正一個很根本的直覺，死亡在生物體裡不是一個故障，它是一個功能，它有專用的基因、專用的酵素、專用的執行流程，還有專用的清理隊伍。一件事如果有專用的機器負責執行，那它就不是壞掉，那是設計。而如果它是設計，那就一定有人得到了好處。問題只剩下一個，那個好處是什麼？好，現在我們來回答那個為什麼。演化生物學對這件事提出過3套解釋，時間上有先後，而它們並不互相排斥，反而是層層疊上去的。第一套叫做突變累積，這套說法的核心是一句很殘酷的話：演化根本不在乎你老了以後怎麼樣。為什麼？因為在野外，絕大多數動物根本活不到老，它們會被吃掉、餓死、凍死、受傷、感染而死。假設有一個基因，它的壞處要到60歲才會發作，而在野外，能活到60歲的個體比例極低，那麼這個基因幾乎不會影響繁殖成功率。於是天擇對它的篩選力度接近0。結果是什麼？這種晚發性的有害突變會在基因池裡慢慢累積，因為沒有人在清它們。換句話說，老化的一部分只是因為天擇的目光看不了那麼遠。第二套叫做拮抗多效性，這一套更狠。一個基因常常同時影響好幾種性狀，而有些基因的效果是這樣的，它在年輕的時候對你有利，在老的時候對你有害。現在請你站在天擇的角度做選擇題，這個基因會讓你在20歲的時候繁殖，成功率提高一點，代價是你60歲的時候會出問題。
天澤會選哪一個？一定選前者，因為20歲的收益會被傳下去，60歲的代價傳不下去，而這意味着老化不是天澤的疏忽，老化是天澤主動選擇的結果。他把你的晚年賣掉，換你的青年。第3套叫做拋棄式體細胞，這一套是從能量的角度切入的。一個生物體的能量是有限的，這些能量要分配給幾件事：生長、維持、修復，還有繁殖。而維持修復是很貴的，要修 DNA 損傷，要清除錯誤折疊的蛋白質，要更新細胞。你把身體維護得越好，能拿去繁殖的能量就越少。現在問題來了，在野外，你有多大幾率能活很久？假設一只小鼠在野外的年死亡率極高，那麼它把能量投資在讓身體撐30年这件事上是完全浪費的，因為它幾乎不可能活到那時候，它會被吃掉。所以最佳策略是什麼？盡快長大，盡快繁殖，把資源全部壓在繁殖上，身體維護做到剛好，夠用就好。於是身體變成了一個拋棄式的容器，它的功能是把基因帶到繁殖年齡，然後它的任務就完成了。之後它怎麼樣，演化不在乎。而這套理論有一個非常漂亮的預測，如果一個物種的外在死亡率很低，也就是它不太容易被吃掉，那麼投資在維護上就變得划算，它應該會演化出比較長的壽命。這個預測對得非常整齊。會飛的動物普遍比同體型的地面動物長壽，因為飛行讓它們容易逃離掠食者。蝙蝠的壽命遠遠超過同樣體型的老鼠，鳥類也是，住在地下的動物也是。裸鼹鼠是一種生活在東非地底的小型啮齒類，體型跟老鼠差不多，可是它的壽命是同體型啮齒類的好幾倍，而且它的癌症發生率極低，低到成為一整個研究領域。有殼的動物也是，烏龜長壽這件事跟它的防禦能力有直接關係，而體型大的動物普遍比體型小的長壽，也符合同一個邏輯。大只的東西比較不容易被吃掉。我覺得這套理論最讓人不舒服的地方在於，它把長壽這件事從一個生理問題變成了一個經濟問題。你能活多久，取決於演化認為在你身上花維護費划不划算，而在絕大多數物種的歷史裡，答案都是不划算。講到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外，我必須提，因為它是人類這個物種身上最不合演化邏輯的一件事。按照拋棄式體細胞那套理論，一個生物在失去繁殖能力之後，演化就沒有理由再維護它了，它應該很快就退場，把資源讓給下一代。而在自然界，絕大多數物種確實是這樣，它們一路繁殖到接近生命終點，中間沒有一段明顯的停產期。可是人類女性有，女性在50歲上下停止排卵，而在現代社會之後往往還有幾十年的生命，這段時間佔了整個生命長度相當大的一部分。從純粹的基因傳遞角度看，這是一段完全沒有產出的時間，演化為什麼要留着它？而且這件事不只發生在人類身上，目前已知有幾種齒鯨也有類似的現象，其中最有名的是虎鯨。母虎鯨在停止生育之後，還會活很長一段時間。當一個現象在親緣關係很遠的物種身上獨立出現，那通常代表它有實際的功能。學界對此提出過幾種解釋，其中最被廣泛討論的一種是這樣的：在人類跟虎鯨這種高度依賴群體，而且幼體極度不成熟的物種裡，一個有經驗的年長個體能夠提供的價值可能高於再生一胎。以虎鯨為例，長期的野外觀察發現，年長的母鯨常常帶領群體，而在食物匱乏的年份，這種帶領特別關鍵，因為他記得幾十年前那次類似的情況，記得那時候魚群去了哪裡。而人類的幼兒需要多久才能自己活下去？非常久。在採集狩獵的環境裡，一個母親要同時照顧好幾個不同年齡的小孩，是極重的負擔。而一位不再自己生育但仍然健康有力的長者可以承擔其中一部分。所以有一種推論認為，停止生育這件事本身可能是被選擇出來的。因为當一位年長女性把資源從自己再生一胎轉移到照顧已經存在的後代與孫輩身上時，她傳下去的基因總量反而更多。我要強調，這是推論，不是定論。學界對此仍有辯論。不過這件事在觀念上的意義很大，因為它意味着在人類身上，演化的計算單位可能不完全是個體。一個不再繁殖的個體，如果他掌握着群體需要的資訊，如果他能夠照顧別人的後代，那麼他對基因傳遞的貢獻就不會歸零。而這件事又連回我們整支影片的核心問題：演化為什麼要裝上死亡這個開關？因為身體是用完就丟的容器。
那為什麼人類這個容器在生育功能結束之後還留了那麼久？因為在我們這個物種身上，容器裡裝的東西不只是基因，還有記憶跟經驗，而這些東西的傳遞方式跟基因完全不一樣，它們不靠生殖細胞，它們靠講話。所以某種意義上，人類找到了一個繞過原本規則的方法，我們的身體照樣會老，照樣會停手，那些機制一個都沒有被關掉。可是我們發明了另外一條傳遞路線，一位年長者腦子裡那些幾十年的東西，可以在他的細胞停止分裂之後，繼續存在於別人的腦子裡，而那條線沒有端粒，也沒有分裂上限。好，我們現在有3套解釋了，可是這3套加起來，還是解釋不了那個最刺眼的事實，端粒沒。前面2套理論講的是天則看不遠，天則會做取捨，那是被動的，疏於維護的結果。第3套講的是資源分配，那是投資決策。可是關掉端粒酶不是這幾種，關掉一個明明存在、明明有用的基因，這是一個主動的動作，而且維持它的成本並不高，它就是一個酵素。所以一定有一個更硬的理由，硬到值得一整個物種放棄無限分裂的能力。而那個理由，其實你已經猜到了。我們反過來問，如果你身上每一顆細胞都能無限分裂，會發生什麼事？一顆細胞在複製 DNA 的時候會出錯，這個錯誤率非常低，可是你的身體每天要進行的細胞分裂次數是天文數字，低幾率乘上巨大的次數，等於每天都會出現一些帶着錯誤的細胞。大部分錯誤沒有影響，少部分會讓細胞死掉，而極少數的錯誤會讓細胞開始不聽指揮，不停地分裂。一顆不聽指揮、不停分裂的細胞，它需要什麼才能真的变成威脅？它需要能夠一直分裂下去，而端粒正好就是擋在它面前的那道牆。一顆失控的細胞，就算開始瘋狂分裂，它的端粒也會跟着一次一次變短，短到極限，它就會停下來或自我銷毀。所以海佛列克極限本質上是一個內建的預設開啟的剎車，它不是老化的原因，它是一道防線。而真正可怕的是那些找到方法拆掉這道防線的細胞。我要在這裡講一個非常有名的案例，因為他把這整件事講得比任何理論都清楚。1951年，美國一位女性因為子宮頸的惡性腫瘤住院，醫師在治療過程中取下了一小塊腫瘤組織送去實驗室。當時實驗室裡有人一直在嘗試培養能夠持續分裂的人類細胞，試了很多年，每一批細胞都在分裂幾十次之後停下来，而這一批沒有停，它一直分裂下去。今天70幾年過去了，那批細胞的後代仍然在全世界的實驗室裡分裂，它們被用在小兒麻痹疫苗的開發上，被送上過太空，被用在無數的醫學研究裡。有人估算過，這些年累積培養出來的總量是以公噸計的。那位女性本人在腫瘤被取下的那一年就過世了，享年31歲。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她的家人並不知道這件事。我们现在把2件事并排，正常細胞分裂40到60次就停手，那批細胞70幾年還在分裂，總量以公噸計。差別在哪裡？差別在於那批細胞的端粒酶是開着的，他們把剎車拆了。所以我們終於可以回答一開始那個問題了。不會死的細胞，我們有沒有？我們有，而且不需要什麼未來科技，不需要任何介入，它現在就在很多人的身體裡自己長出來，它叫做癌細胞。永生這件事在細胞的層級上早就被實現了，而每一次它被實現，代價就是那個承載它的個體。還有一件事必須補上，因為它是這幾十年來這個領域最大的轉向之一。我前面說細胞分裂到極限之後會停下來，不再分裂，但仍然活着。那些細胞去哪裡了？過去大家的想象是它們就安靜地待在那裡，像一台停在角落的舊機器，不動也不吵。而近20-30年的研究發現，完全不是這樣。那些進入停止分裂狀態的細胞會開始分泌東西，它們會釋放一整套訊號分子，包含各種發炎相關的因子、生長因子，還有能夠分解細胞外基質的酵素。也就是說，它們沒有安靜下来，它們變成了一個持續对外廣播的源頭。而這件事的後果會隨着時間放大。年輕的時候，這些細胞的數量少，而且免疫系統會定期把它們清掉，整個系統維持在一個平衡上。隨着年齡增加，2件事同時發生，這種細胞產生的更多，而免疫系統的清除效率下降，於是它們開始累積，而一大批持續廣播發炎訊號的細胞待在組織裡，會改變周圍的環境，它們會影響鄰近細胞的行為，
會讓組織的結構慢慢改變。有研究者用一個很生動的比喻來形容這件事，說那些細胞就像一顆壞掉的蘋果，它自己不動，可是它會影響整籃。我要在這裡再次強調，我講的是機制，不是任何處理方式。這支影片從頭到尾不會給任何身體上的建議，因為那不是這個題目要談的東西。我想講的是這件事在觀念上的意義。如果停止分裂真的只是安靜地停下來，那老化就是一個減法問題，功能一點一點少掉。而如果那些停下來的細胞會持續發出訊號，那老化就不只是減法，它同時是一個加法問題，某些東西在持續累積。而這正好呼應了前面那個結論。那些細胞為什麼會停下來？因為它們的端粒短了，或者它們的 DNA 受到損傷，而系統把它們停住，是為了防止它們帶着錯誤繼續複製下去。換句話說，這一步仍然是妨礙剎車的一部分，而剎車踩下去之後留下來的那些細胞本身又造成了另一種代價。所以這條線走到最後，指向的是同一個結構。每一道防止細胞失控的機制都在別的地方留下一筆賬。端粒縮短，防止無限複製，代價是分裂能力用完；細胞凋亡，清掉有問題的細胞，代價是組織會慢慢減少可用的細胞。把有問題的細胞停住而不殺掉，代價是它們會待在那裡持續發訊號。免疫系統負責監視叛變的細胞，而免疫系統本身也會隨時間變得沒那麼銳利。這不是一個有單一原因的故事，這是好幾道防線，每一道都在發揮作用，而每一道都在收費，而所有的收費加起来就是我們說的變老。我覺得這件事最讓人难以接受的地方在於，它沒有一個壞人，沒有一個可以被修好的零件，沒有一個罪魁禍首，也沒有一個被弄丟的原始設計，有的只是一整套彼此咬合的取捨，而每一個取捨在當初被選上的時候，都是那個情境下最划算的選擇。關於那批細胞，還有一段不能不講，因為他把這個題目從生物學拉回到人身上。那位女性叫做海莉耶塔，她是一位非裔美國人，育有5个孩子。在她住院的那個年代，美國南方的醫院對黑人病患仍有隔離的病房。醫師取下那塊組織的時候，沒有告知她，也沒有取得同意。在當時，這樣做並不違反任何規定，因為那個年代根本沒有相關的規範存在。她在同一年過世，葬在一處沒有立碑的墓地，而她的細胞開始在全世界流通。那批細胞被大量生產，被販售，被送到幾千個實驗室，成為現代生物醫學研究最基礎的材料之一。以那批細胞為基礎完成的研究論文，數量以數萬篇計。他的家人在20幾年之後，才從一次偶然的談話中得知這件事。而在得知之後，他們遇到的是另一種荒謬。世界上有一批以他們母親的細胞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產業，而他們家裡有人連醫療保險都負擔不起。這件事後來成為醫學倫理教科書裡的標準案例，直接推動了關於知情同意、生物檢體使用以及基因資料權利的一整套規範建立。而在多年之後，相關研究機構才與他的家族達成協議，讓家族代表參與涉及那批細胞基因資料使用的審查。我把這一段放進來，是因為它跟這支影片的主題有一個很尖銳的連結。我們整支影片都在講，死亡是一個內建的功能，是一筆演化上的交易。這種講法有一個危險，它會讓人覺得死亡只是一個機制問題。而海莉耶塔的故事提醒我們，那個承載着細胞的東西是一個人，他的細胞獲得了永生，而他本人在31歲那年結束了。這兩件事同時是真的。還有一件事我留到這裡才講，因為他會把整支影片的前提再翻一次。我在開場說細菌可以永遠分下去，沒有內建的期限，這句話在幾十年前是教科書上的標準答案。可是後來的研究讓它變得複雜了。有研究者長期追蹤單一顆細菌的分裂，並且追蹤它們的後代。他們注意到一件事，細菌在分裂的時候並不是完全對稱的。細胞裡累積的一些損傷產物，比如錯誤折疊的蛋白質團塊，在分裂的時候會不平均的分配，其中一邊分到比較多，另一邊分到比較少，而分到比較多的那一邊，後續的生長速度會比較慢。換句話說，即使在細菌這個層級，也存在着某種形式的不對稱分配，有一邊承接了損傷，另一邊被清乾淨了。這件事的意義非常大，因為它意味着，即使是那些看起來永遠年輕的東西，它們也不是不會累積損傷，它們只是有一個機制，可以把損傷集中丟給某一邊，那一邊就是被犧牲的。
而我們多細胞生物做的事情本質上是同一件事，只是規模放大了。我們的生殖細胞被保護得極好，端粒酶開着，損傷被嚴格控制，而我們的體細胞承接了所有的損傷，所有的磨損，所有的錯誤，然后在幾十年之後被丟掉。所以那條乾淨的線一直在延續，從幾十億年前一路傳到現在，沒有斷過。而我們是那條線在這一代長出來的，用來保護它的外殼。從這個角度看，死亡根本不是被發明出來的東西，死亡只是那個不對稱分配的另一邊，被我們從裡面看的樣子。現在我們回頭看那些不會老的生物，事情就清楚多了。細菌為什麼可以永遠分下去？因為它是單細胞。對一顆細菌來說，沒有身體這個概念，它自己就是全部。它不需要協調30兆個成員，也不需要擔心其中某一個成員造反。那顆會倒回幼體的水母，還有那種幾乎不老的淡水小生物，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它們的身體結構極度簡單，而且全身都保留着大量具有分化能力的細胞，可以不斷替換。換句話說，它們沒有走上我們這條路。而我們这條路是什麼路？是把30兆個細胞組織成一個高度分工的整體，神經細胞負責傳訊，肌肉細胞負責收縮，肝細胞負責代謝，每一種都極度特化，而且大部分不再分裂。這種高度分工帶來了巨大的能力，你能思考，能講話，能看，這支影片全部靠這種分工。可是這種分工也帶來一個致命的弱點，在一個30兆成員的組織裡，只要有一個成員決定不再服從整體，開始為自己無限複製，整個組織就會被它拖垮。所以一個多細胞生物必須要有一整套壓制個別細胞野心的機制，端粒是其中一道，細胞凋亡是另一道，免疫系統的監視是第3道，細胞周期的檢查點是第4道，而這些機制加起來就構成了老化。這是我覺得整件事最深的一層。老化不是身體在壞掉，老化是身體為了防止內部叛變而長期壓制細胞增生能力所付出的代價。我們不是因為零件會磨損才會老，我們是因為不能讓零件自己無限複製才會老。而這也解釋了那件事為什麼那些看起來像缺陷的設計怎麼樣都改不掉，因為它們根本不是缺陷，它們是同一個開關的另一端。好，最後我們把時間拉到現在，2026年7月，有研究团隊發表了對人類壽命理論上限的推估。他們的做法是把老化的各種成因拆開來看，然後問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把其中某幾類問題全部解決掉，人可以活多久？推估的結果是這樣的：如果除了體細胞突變之外的老化因素全部被處理掉，人類的平均壽命可能落在146歲到194歲這個區間。而在某些極端的模型設定之下，理論天花板被推到627歲這個量級。我要非常明確地說，這是模型推估，不是預測，更不是任何人做得到的事。它的價值不在那個數字，而在它指出了最後那道牆是什麼。最後那道牆是體細胞突變，也就是說，就算所有其他問題都解決了，你的細胞在複製過程中累積的錯誤仍然會把你帶向終點。而這件事講白了就是那個限制不在我們的技術，在資訊本身。任何一套會複製的資訊系統，複製就會出錯，錯誤會累積，這是資訊理論層級的限制，不是生物學層級的。所以我想用這個問題收尾。我們一開始問，死亡是誰裝上去的？答案是沒有人裝，它是多細胞這條路走下去的必然結果。一旦你決定要用30兆個會自我複製的單位組成一個整體，你就必須壓制它們，而壓制的代價就是你會老。那些不老的生物，他們付出的代價是另一種，他們沒有大腦，沒有複雜的行為，沒有辦法問這個問題。一顆水螅可以活得很久很久，可是它不知道自己活着，而我們知道自己活着，也知道自己會結束。這兩件事是同一筆交易的兩面。那如果現在讓你重新選一次，你要選哪一邊？要選那個永遠分裂下去，卻不知道自己在分裂的東西，還是選這個只有幾十年，卻能夠回頭問自己是誰裝了這個開關的東西？我猜大多數人會選後者，而更麻煩的是，這兩個答案很可能同時都是對的。